本集的太想到处吃，回到街头巷弄美食系列。那这次探访的店家是在网络上看到的美食推荐而来。以往探访的店家虽然在巷弄，至少都还会有个招牌。想不到这间隐藏到连招牌都没有，只能在附近慢慢找。相对于传统的牛肉面店，这里让人有一种文青感，装潢摆饰都相当令人舒服，算是一个很不错的用餐环境。但相对的店内位置较少，可能会排队。那这种天气之下，冷气也一定是要够凉才行，才不会吃得满头大汗，对吧？这点店家也有充分的准备到。那就准备来点餐了，这边是使用 POI 码来点餐。由于店内目前没有实体菜单，所以另外贴上，让各位观众参考参考。店内的小菜也不少，我这次是点主餐加小菜饮料的组合。主餐的部分是点了焦香嫩嫩牛肉面来品尝。不得不说，这间店老板真的很厉害，连主餐的器具都有别以往传统的模式，走的也是科技精致化路线，整个厨房看起来就干净明亮。以这样的来客量跟处理餐点繁杂的过程，整间店居然只有2个人手来处理各项大大小小的事项，真的令人非常佩服。那这样一碗色香味俱全的焦味牛肉面就上桌啦，那就赶快来品尝吧。老样子，在吃之前还是要先讲讲店家的由来。这间店家一开始店名叫做牛丝面，是一个很直白也很有趣的名字。但当我到店品尝的时候，却一直没挂起招牌。本以为是还没制作完毕，想不到是老板有新的想法。以下为店家脸书部分内容，让各位观众参考看看。一开始取这个店名，蕴含着我做料理的拼劲与初衷。每天像牛一样努力，只为让每个人吃上一碗好面。但随着时间推进，我开始思考：难道我的料理只能代表辛苦？我不想只被看见做牛那一面。我想让人感受到的是，我对料理的热爱，对风味的坚持，对那一味的追求。于是某一味诞生了。某不只是牛的声音，更是我料理里的灵魂。一味不是某一种调味，而是我在每一道菜里，每一口汤里坚持的那股温度与记忆感。某一味是我的风味哲学，也是我想给每位客人的一句话：愿你尝到的不只是牛肉面，而是我用心手做的那一味。看完这段文章，只能说店家真的很有想法，让做吃的不再只是做吃的而已，更是有一种所谓的匠人精神。走在传统里，又能再创出新的口味手法，造就了不同以往的新口味牛肉面。相较很多老字号店面，这真的也是一件很大的突破吧。当然，勇于创业的梦想也是。这边要先提到，目前本频道没接过任何的业配，所以频道内的内容都是单纯一个人口味而叙述。或许有些餐点口味跟观众期待有落差，那毕竟也是个人看法而已，请各位观众多多见谅。取材的资讯大部分也都是从过往吃过的店家为主，逐渐变成品尝新口味跟最新开幕的店家，再到现在网络推荐的美食系列，这对我而言也是一个相当大的挑战。其实也很高兴自己能投入在这个拍摄领域上，这样才能每个星期鞭策自己去吃不同的店家。要不然以前我放假的时候，可以整整1个月的周末，都是单单干面这2道餐点来度过。说自己是什么美食频道的 YouTube， 我也不信。再来这间店还有提供免费续汤的服务，虽然不是免费续面，但也算是相当不错的。尤其是店家标榜用大骨蔬果熬煮出的汤头。那前面讲了那么多，总该来讲讲餐点口味了。这次点的主餐为焦香嫩的牛肉面，谢谢。搭配的小菜饮料为小黄瓜跟红茶，一共是305元。虽然说是焦香川味汤底，但当中的焦香应该是花椒香，而不是一般的辣椒辣。肉的部分是真的能称得上嫩的牛肉面，虽然不是入口即化，但咬起来完全没负担。
面的部分有2种，一种宽面，另外一种为细面。有点可惜是没有提供拉面的选项。像传统的面条，都还是敌不过吃太久面条会软烂的口感。像我这种会慢慢吃的顾客，会更能把这个口感凸显出来。尤其是在续汤的时候，面条基本都已经没有咬劲了。或许有些观众会喜欢这种口感，但如果是有拉面的选项，应该是能增加不同的口味。有别于一般牛肉面店家所用的青菜，这里的分量是蛮特别的。汤汁把菜心充分的浸泡后，味道变得很特别。像这种大口咬菜的经验，已经是很久没尝试过了。感觉就像咬下去会有汤汁从里面喷出来的样子，让人有点防不胜防。本来以为这焦香系列是会走麻辣牛肉面那种，想不到汤底也是可以喝的，有焦香、焦味，但没有焦辣，不太能吃辣的观众也能品尝。不过吃起来还是有花椒那种麻麻的感觉。如果是完全不能吃辣的，还是要三思就是了。整体算是还可以推荐的牛肉面店。那这边也讲讲今天的用餐感受。地点是真的有点难找，要用 Google 地图找，也不一定能找得到。我也是绕了2圈查地址才找到。不过听说招牌已经确定了，以后应该会更好找吧。牛肉面跟汤的口味很不错，看我汤一口接一口就知道了。不过配餐的部分就有点弱了，小菜加饮料的额外加价是85元，小黄瓜的分量勉强还算可以，但那杯阿妈的红茶就没有那么符合我的口味了。应该是说阿妈的红茶要甜到爆，跟冰到爆才是啊。那主餐定价是还可以，肉的分量是蛮够的，用餐环境也挺优雅。不过营业时间是从中午12点到下午2点而已，晚上时段是下午5点半到9点。下午的用餐时间会比较紧凑一点，如果准备的分量用完了，也会提早休息。因为店休的时间没有固定，都是由店家另外公布。这边要请各位观众要前往品尝时，要多加注意的地方，以免扑空，来跑一趟就是了。整体而言，价格跟用餐环境口味都还算符合期待。那本集影片也要告一段落了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请支持按赞、订阅跟分享。期待下个影片与您再相见。